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民韩食艺。香椿是春天具有独特香味的一种野菜，吃起来口感醇香、脆嫩爽口，是一种难得的美食野生蔬菜，也是一年的春季才能吃到的食材。香椿的吃法多种多样的，不管是哪种做法，都很受欢迎。那么，在吃香椿之前，有的焯水，有的直接下锅就烹饪了。其实这样做都是不对的，大错特错了。焯水的香椿营养容易流失，直接下锅烹饪的香椿吃起来不健康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香椿的正确做法，清香鲜嫩脆爽又酥脆，营养还不会流失。首先，准备150克面粉，倒入碗中，加1勺食盐，入点底味，还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。搅拌均匀，然后用50度左右的温开水来和面，边加边搅拌。把它搅拌成这种棉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多揉一会儿，把面揉光滑一点，然后移到面板上，继续揉成面团，再搓成长条。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再把每个小剂子都揉成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。跟着准备一个平底盘，倒入1勺油，用刷子均匀的刷开，再把小面团挨个摆进去。表面也刷上一层油，这样可以防粘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旁，醒面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处理香椿，把旁边老的叶子给它去掉，根部有老的部分也要给它去掉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摘剪好之后装入盆中，加入清水，把香椿给它清洗干净，换水清洗2-3次就可以啦。在摘剪的时候呢，细心一点，这样来清洗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放入漏篮中控水，跟着准备3个鸡蛋，将它打入碗中，加1勺盐，入点底味，1勺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接下来，锅中加入清水，给它烧开。烧开之后，放入1把粉条，把粉条给它煮熟，煮至完全呈透明的状态，像这样就已经熟了。捞出来，放菜板上，把它切碎。切好之后，先装入碗中，加1勺生抽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将控干水分的香椿放入大碗中，
加入开水。这一步是吃香椿最重要的一步。有的人呢就直接焯水，这样虽然能够去除香椿上面的有害物质，但是温度太高，会破坏香椿的营养，那么吃香椿也就没有意义了。采用开水烫的方式，可以最大程度保持香椿的营养不流失。烫变色就可以了，然后捞出来放入凉水中。再挤干水分，放菜板上，把它切碎，装入碗中，加1勺油，搅拌均匀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加1勺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进去，快速的给它炒散，炒成鸡蛋碎。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，直接倒入碗中，再把粉条倒进去，加1勺盐，1勺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这里呢就不用加其他太多的调味料了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原汁原味。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面团，它的延展性非常好。把里面多余的油给它倒在面板上，涂抹均匀，再把面团放上去，用手给它扒成面片。再放上馅料，按压紧实一点，然后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包起来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了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非常的感谢。全部包好之后，电饼趁预热，倒入1勺油，再把做好的生胚放进去，盖上盖子烙3分钟，再给它翻一个面，继续烙3分钟。把饼烙至金黄熟透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每一个都金黄金黄的，用筷子按压，很柔软，还会鼓泡，说明里面呢已经熟透了。夹出来摆盘，非常好吃的香椿鸡蛋卷就做好啦。香味浓郁，色泽诱人，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的馅料特别香，皮薄馅大的，鸡蛋滑嫩的口感和香椿的香味融合在一起，吃着非常的满足，满屋飘香。不用单独的做饭，就这样吃也能够吃得饱饱的。这里要是不喜欢用电饼铛来煎，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蒸的方式。不管怎么做都非常的香，特别的美味。好啦，今天的家常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收藏起来，给我点个关注吧。我是小韩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